台湾问题属于我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美国却在这个问题上频繁插手。美军对台海地区也是异常关注，三番五次派遣军舰前来挑衅。对于台海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美军也是不断推演，似乎美军在推演中数次战败，这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登将军大为不满，呼吁美国要迅速转变战术，以改变未来美军惨败的命运。据美媒防务1号发表的一篇分析报告显示，美军在去年10月份进行了一次秘密军期推演，结果显示，在中美台海冲突中，美军惨败。这个成绩令美军高层极为不满。美参联副主席海登将军决议废除美军几十年来的联合作战概念，要求美军向新的战术方面发展。海登认为，美军以往集结大批军舰、飞机和其他装备，集中战斗力摧毁敌方目标的作战方式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在面对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时，美军集中的战斗部队会被当成靶子消灭，因为中国与俄罗斯不会像其他国一样坐以待毙，等着美军的轰炸，而中俄两国的导弹部队会在瞬间摧毁美军集中起来的大规模部队。更要命的是，美军很可能会受到中国的电子战与网络战的攻击。对于相当依赖网络作战的美军来说，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届时，所有美军将陷入混乱，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在这次兵棋推演之后，美军迅速改变了作战方式。据悉，美军未来作战概念包括4个重点方面，依次是竞争后勤、联合火力、联合全域指挥与资讯优势。而刚刚进行的2021年美日澳对抗北211演习，其实就是竞争后勤的一个表现。未来美军将在各大演习中完整贯彻这套新的战术概念。美军高层如此急于改革，是否预示着想要在台海地区放手一搏？其实不然，这些只能证明美军目前已经渐渐扛不住中国在亚太地区给予的压力了。毕竟中国和美国不同，中国更加重视台湾，为了祖国统一可以不惜一战，而美国还没准备好与中国进行一场大战。据外网报道，美军高层只想通过与中国打一场可控范围内的小规模战争来实现其卫台的目的。这种想法是极其可笑的。你问问美国人，如果有人要把夏威夷分裂出去，美国人接受吗？想必美军一定会拼命也要保住夏威夷。解放军也是一样，不会允许任何势力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所以，不管美军改变战术也好，准备小规模战争也罢，甚至真的放手一搏，也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与信心。我们必须警惕，美国为了卫台不断进行兵棋推演，甚至改变多年的作战战术，说明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解放军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坚决打击任何敢于阻挠国家统一的一切敌人。为了跟随美国的步伐与中国作对，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在不顾中方警告的情况下，于近日闯入南海海域。英国航母此番闯南海，必定加剧南海海域的紧张局势。看来英国是铁了心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了，一再容忍让英国变本加厉。既然如此，中国也没必要再顾忌所谓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实际上，早在英国航母打击群进入中国南海海域开始，中国就早有准备。南海舰队的山东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母港，在海南岛南部海域巡弋戒备。根据相关媒体转载的一张卫星照片显示，目前山东号距离英国航母仅有580海里。不仅如此，此番山东号还携带了2艘055大舰。结合此前有网友在海上偶遇055大驱一事，意味着山东号航母编队或许是以分部式出动，派出1艘055大驱先出动，担任警戒任务。值得一提，在英国航母闯入南海的几乎同一时间，我防务力量于26日至29日罕见在南海至少公开进行了4次实弹射击演练，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军事演习。尽管中方没有明确对山东号及实弹演习做出详细解释，但包括媒体、军事专家在内的多方均将此解读为面对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闯入南海实施的反击行为。另外，或许也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外界，在英国航母还没来南海之前，中方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如今的英国在反华的路上越走越远，对此中方早就把话挑明，中方尊重各国舰船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但坚决反对国家出于挑衅的目的派军舰来刷存在感。倘若再不停止这样危险的行为，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予以坚决有效应对。至于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还是豺狼来了有猎枪，就看英国如此选择了。
如国人所言，这次英国是真玩大了，解放军接连4场实弹演习，摆明了是在给英国敲丧钟。可话说回来，英国如此步步紧逼，是真的不怕中国吗？要知道，英国就算有美国撑腰，也不会轻易赌上国运，冲着开战的目的挑衅中国。况且以美国的性格，在关键时刻是否会伸出援手，还并不好说。而单凭英国自己的军事实力，又跟中国相差太大，因此在分析看来，英国自己不过就是想借中国制造一些热点，在国际上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顺便向美国证明自己还有被美国利用的价值。这虽说只是猜测，但是并非没有可能。总之，不管英国存在什么目的，我国都不能轻敌，必须提前做好一切应对的准备，在必要时给予重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在当地时间7月30号的消息，伊朗国内在近几个月的时间里，多地区接连不断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部分地区更是从游行转变为了大规模的骚乱、打砸、抢烧等暴力活动。而在混乱之中，有部分监控装置还拍下了一些人手持着伊朗国内十分罕见的武器装备，这一幕引起了伊朗的情报部门注意。据报道称，伊朗的情报部门很快将国内的各地骚乱定义为境外势力渗透，在调查过程中追踪到了一支活动在伊朗国内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小队。很显然，伊朗境内的多起暴乱与以色列脱不开关系。不过，摩萨德方面的情报网络也很快注意到了自己已经暴露，随即开始向伊朗边境地区移动，尽快脱离伊朗的追捕行动。不过，伊朗的情报部门很快在边境地区发现了这支准备逃离的摩萨德小队，并果断与伊朗的特种部队合作，制定了一份伏击方案。在深夜，针对这支准备逃离的摩萨德小队进行了一场伏击战。按照报道的说法，这场伏击战，伊朗方面全歼了这支摩萨德小队。以缴获的武器装备来看，主要是以手枪、步枪为主，还带有轻机枪、单兵夜视仪和通信器材。从这里也能够看出，这支摩萨德小队并没有携带什么重武器，来伊朗显然不是正面战场作战的，而是执行渗透、破坏甚至是刺杀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的报道中，伊朗并没有透露这次针对摩萨德的伏击战对面的伤亡情况，也没有透露具体的俘虏人数。有声音怀疑，这是担心刺激到以色列，导致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在伊朗发生。也有声音认为，这其实是伊朗故意的，目的是通过审讯这些渗透人员，获得以色列摩萨德在伊朗的情报网络状况，进而将其连根拔起。而不透露具体人数和情况，则是与以色列的一种间接博弈，让对方不方便正式出面讨要人员。最近，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这一点相信可能不少人都有所感觉。但是真要把这些数据全部列出来，却真的很令人心惊。因为美国上层高官几乎是倾巢出动了，各种动作轮番上阵，目标全部都是针对中国，这在美国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事儿。先从最新消息来说，据中时新闻网消息，美国预计重启四方对话，将在9月份的联合国大会后和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举行面对面的首脑峰会，而且目前已经对其他3国发出了邀请。需要注意的是，由美国媒体援引了美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副部长的话，表示广邀四方对话其实是一个将针对中国形成制度化的好机会，因为从去年10月份是外长会议，而今年3月份直接就变成了首脑峰会，最后到如今更是变成了首脑面对面会议。从这一点来说，完全可以将这种模式维持下去，从而变成一种制度。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要把小圈子直接过明路变成国际惯例，就像当初的北约组织的出现就是为了遏制苏联一样。所以美国这是要永远捏着一把可以针对中国的刀。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可以说是十分关切了。据悉，在下周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连续5天和东南亚国家进行线上会议，其中不仅参加东南亚联盟的综合会议，还要单独和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以及泰国等国家进行私下会议，这还是在下周才开始的。其实早在上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已经访问了东南亚3国，而其副总统哈里斯也有这个计划。如果再算上布林肯访问印度以及舍曼在访问中国前走过的那些国家，美国几乎就已经把中国4周的国家都给访问了一个遍。其中东南亚国家还是重点关照国家，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拜登之前还对中国下战帖，直接公开表示，如果哪一天美国网络遭受了重大攻击，那么美国可能就会真枪实弹的和某个大国打起来。这里的大国代指的是谁，想来也都很清楚，除了中国不做他想，毕竟污蔑中国对美国使用网络攻击是美国惯用的伎俩。最后，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副国务卿等等一众高官，几乎可以说是倾巢出动，而这所有动作的目标却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对此，不得不令人怀疑，美国这是想要和中国硬碰硬。不管美国究竟什么打算，对此，解放军可从来不曾言过怕。中国早就有言在先，中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也有这个实力做到，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从不是虚言。美国敢来，那就别怪中国提枪。